只要你在8月7日立秋交节这天，在皮夹里放对这样东西，下半年的福气跟财运会大到让人眼红。这一次我要分享99%的台湾人都不知道的易经玄学秘密。各位乡亲们好，欢迎来到易经好运生肖堂道。此时此刻能刷到这支影片的人，是你祖上积了3辈子的德。这期影片价值1000万新台币，哪怕你花100万去请台湾最顶级的风水大师，或者花重金去挂名医专家的号，他都不敢把这个利用立秋节气逆天改命的救命天机泄露给你。为什么我要冒着被卖开运商品的同行砸饭碗，泄露天机的风险无偿公开？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乡亲劳碌了大半辈子，像老黄牛一样拼命，最后却因为不懂五行阴阳，不懂磁场物理学，把老本和退休金都从口袋里漏光了。我做这期影片不为别的，只为帮大家堵住你们随身财库的漏财洞，帮各位把钱留住，把命保住。这份福报我免费送给你们。听好了，现在大环境景气不好，马上就要迎来8月7日立秋，天地阴阳交替，很多台湾乡亲的随身财库早就开始严重漏气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你能不能锁住财气的关键改运机会，但有很多人还傻傻的搞不清楚状况，怨天尤人，说自己生肖流年命不好。我接下来会用3节课课程和大家分享。第一节课是关于皮夹漏财真相。很多网上的风水大师叫你花几万块买紫金洞，买貔貅招财，甚至叫你换大红色的皮夹。错，大错特错，那全是骗你们辛苦钱的胡说八道。我会用最高级的五行物理学告诉你，为什么你皮夹里的阴湿债气才是让你越忙越穷，一生病痛的真正元凶。第二节课是关于立秋引财死穴，立秋交节随便过就行了。错，8月7日午时是下半年磁场转换的绝对气口。如果不学会我教你的8白坤土金库法，外面的衰气跟破财神就在路上等着你。做对了，你的皮夹就是人体聚宝盆；做错了，财神爷看到你的皮夹掉头就跑。第3节课是关于生肖财库救命，别再浪费钱买昂贵的开运法器了。我会教你在8月7日午时放一招只要几枚硬币就能搞定的易经暗财阵，并公开12生肖下半年的专属本命财色。它能瞬间锁住你随身财库的阳气，治好你皮夹的五行虚寒，让你下半年的事业与横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确保每位乡亲都能听懂做对，我把这3大风水死罪禁忌和布阵秘诀全都讲得明明白白。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1秒，拿笔记下来，并且转发给你最在乎的亲朋好友，这是在救他们的命。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第1节课，你的财库为什么会破大洞？原来你还在傻傻的做这件事。现在外面很多所谓的命理大师，动不动就叫你花个几万块买貔貅，买紫水晶洞，或者教你摆一些奇奇怪怪的风水阵，告诉你摆了就能发大财。我在此明明白白的告诉各位，那全都是胡说八道。如果在家里摆个石头，挂个葫芦就能变成王永庆，这世上早就没有穷人了。很多台湾中南部的乡亲，或是做中小企业的老板，经常向我抱怨，说自己明明做死做活，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去批货，或者在工厂里流血流汗加班，赚的每一块钱都是清清白白的辛苦钱。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每到月底或是年底结算，银行户头里的新台币永远都只有那一点点，甚至有时候连过年发红包、发年终奖金都要去跟亲戚朋友掉头寸。你以为是你自己八字不好，还是你的生肖流年犯太岁？大错特错，那是因为你连最基本的随身财库都破了一个大洞，财气早就漏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不要犹豫，立刻把你的皮夹拿出来，打开来仔细看看，里面是不是塞满了超商的发票？是不是有一堆加油站的收据？钞票是不是折得歪七扭八，头下脚上？我告诉你，这在我们易经风水里叫做阴气毒死财路。我们中医讲究气血，人体的气血一旦不通，百病丛生。在风水里，钱财也是一种气，我们称之为财气。你的皮夹就是这股财气每天进出的咽喉，也就是你个人财运的丹田。你的皮夹就像是你请财神爷来家里做的客厅，如果这个客厅堆满了垃圾，
充满了死气与衰气，财神爷看一眼就吓跑了，怎么可能把钱留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上半年赚不到钱的根本原因。8月7日，立秋，阴阳交替的绝对天机。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堂课最核心的天机，各位乡亲一定要仔细听。好，拿出笔记本记下来。错过这个时间点，你下半年再怎么待命，也就是事倍功半。请大家去翻翻农民历，8月7日是什么日子？是立秋。很多人以为立秋只是天气开始变凉，多加件衣服就好，这完全是不懂传统国学的门外汉说法。在易经八卦的系统里，立秋这一天代表着天地磁场的超级大转换，上半年属于阳气极盛的阶段，但到了8月7日立秋这一刻起，阳气开始收敛，阴气开始潜滋暗藏，这是阴阳交接，宇宙磁场能量最剧烈也是最不稳定的时候。在易经卦象上，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陷入天地府卦，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之气不交，万物闭塞，行不通，也就是运势卡死，小人当道，破财连连。但如果你懂得在这个时间点去顺应天时，把皮家里不好的霉气排掉，就能将运势瞬间翻转为地天泰卦，地气上扬，天气下降，阴阳交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午时黄金2小时，引爆下半年财运，特别是在8月7日立秋这一天的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2个小时是全日之中纯阳之气攀升到顶点，准备与初阴之气交汇的黄金时段。配合上我们现在正处于九紫离火大运的气场交接期，这个午时的能量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在这个黄金2个小时里，只要用最简单几乎零成本的方法，在你的皮夹里布下一个顺应天地法则的阵法，就能瞬间清除你皮夹里累积了半年的霉气与债气，立刻引爆你下半年的横财运与贵人运，保佑你与你的家人下半年平平安安，财源滚滚。启动磁场共振，立下你的易经善念在后面的课程，我会手把手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在立秋午时布下这个生肖暗财位的大局。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各位乡亲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不是迷信，这是易经理学中的念力共振与宇宙磁场调频。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在下半年翻转运势，想要接住立秋转换的这股强大天地之气，我邀请大家现在就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恭恭敬敬地打上这8个字，顺天应时，生肖破局，这8个字绝对不是随便留个言这么简单，这是你透过文字向天地宇宙立下的一个善念与宣告，你宣告自己愿意顺应自然法则，决心打破过去的破财僵局，藉由我们易经好运生肖堂所有观众的念力凝聚，形成一股庞大的正能量，这会让你在布局时的效果事半功倍。打完这8个字之后，把心静下来，接下来我会彻底剖析我们台湾乡亲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犯的皮夹风水大忌。很多人喜欢去南投指南宫借发财金，去烘炉地拜土地公，但如果你连皮夹的根本风水都搞错了，你借再多发财金回来也是像流水一样流光。第2节课，这5大皮夹漏财大忌，你中了几个？各位乡亲，我们学易经学风水最忌讳的就是纸上谈兵，你不要听外面那些江湖术士讲的天花乱坠，我们讲究的是实证。中医看病要望闻问切，我看风水看流年一样要找病因。财运生病了，病根往往就在你每天贴身带着的那个皮夹里。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在台湾非常典型的情况。前2年彰化有一位做传统五金加工的陈老板，透过熟人介绍来找我，一坐下来就咳声叹气，说自己工厂这几年订单明明不少，一年过手几千万新台币的营业额，可是每次到了年底结算下来，不但没赚钱，竟然连发给员工的年终奖金都要去跟银行跟亲戚掉头寸。他问我，老师，我是不是流年犯小人，还是我厂房的风水有问题？我要不要去买个大貔貅来镇煞？我当时一看他的气色，再推算他的生肖与流年，根本没有大问题。我直接跟他说，陈老板，你先别扯那些厂房风水，把你现在身上的皮夹拿出来我看看。他愣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厚度简直像块砖头的皮夹。我接过来一打开，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那个皮夹边缘早就磨破皮了，里面塞满了几十张加油站的发票、超商买烟的收据、过期的停车单，甚至夹层里还藏着几根用过的牙签。再看它的新台币，1000元、500元、100元全部混在一起，有些钞票折成了4瓣，有些甚至沾到了工厂的机油。硬币也是随便塞在钞票的夹层里，拿出来的时候还会叮叮当当掉满地。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训斥他：陈老板，你这样对待你的财库，财神爷怎么会想住进去？钞票也是有灵性的，是带有能量的气，你把它们放在这种充满垃圾、破败不堪的环境里，他们觉得住得痛苦，当然会想尽办法离家出走。你就算去借再多发财金，也全都会像流水一样漏光。后来我强制他把皮夹彻底清空，根据他的五行八字换了一个全新的长夹，并且教他顺应节气的进库法。结果呢，短短半年后，他不只还清了外面的欠款，还接了几张外销的大单，现金流完全活络过来。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皮夹，10个人里面有9个都犯了下面我要讲的5大漏财大忌。现在请各位一边看影片，一边对照一下自己的皮夹，看看你到底中了几项。第一大忌，皮夹塞满发票与收据，在期压制正财，这是台湾乡亲最容易犯的毛病。去超商买个东西加个油，发票收据随手就往皮夹里塞，久而久之，皮夹里的废纸比钞票还要多。这些发票和收据在易经风水的气场上代表什么？代表出账气，代表你已经花出去的钱，这是一种债气。我们中医讲究邪气盛则正气衰，在风水上也是一样，你把一堆代表破财开支的废纸天天跟你的正财钞票放在一起，这就等于你每天都在向天地宇宙宣示，我一直在花钱，我一直把钱送出去。这种强大的负面念力与磁场会严重压制你的正财运。记住，皮夹是财库，不是垃圾桶。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发票、收据拿出来，该兑奖的另外拿个盒子装好，绝对不能让这些债气在你的财库里流之过夜。第二大忌，钞票乱折乱放，头下脚上，财不归位，气场混乱。很多男性朋友找完钱，为了图方便，钞票随便一揉一折就塞进口袋或皮夹里，有些钞票倒头栽，有些角位全部折起，乱七八糟。我告诉各位，这在五行八卦里叫做气滞与失序。易经讲究的是理，有理才能顺，顺了才能生财。每一张新台币上面都有国家的图腾与人物，这代表着极强的社会能量与尊严。你尊重金钱，金钱才会尊重你。如果你随意对待钞票，让他们在皮夹里受委屈、被折磨，这种潜在的散漫心态会直接对应到你的财运磁场上。你会发现自己经常无缘无故破财、吃闷亏，或者脑波一弱就买了一堆根本用不到的废物，这就是财气混乱的后果。钞票必须按照面额大小，人像朝着同一个方向平平整整的收好，这叫做财气舒展，尊贵聚财。第三大忌，放过期卡片与不联络的名片，死气与煞气污染很多人的皮夹打开，里面有10几年前过期的信用卡，早就失效的会员卡，甚至还有一堆根本不认识或者已经交恶的人的名片。还有些人会把借据、欠条放在皮夹里，以为可以提醒自己去讨债。这在风水学上简直是拿毒药在毒害自己的财库。过期的卡片就是死气，是已经失去生机的能量。而那些跟你气场不合、有过节的人的名片，带有极强的煞气。你把死气和煞气天天贴身带着，不仅会污染财库，更会严重阻碍你下半年的贵人运。至于欠条，那更是极重的负能量，会让你时刻处在缺钱与追债的焦虑磁场中。立刻把这些东西全部清出去，一张都不准留。第四大忌，皮夹破皮掉漆，拉链损坏，财库穿孔。漏财无疑，风水上有句铁律，破脚即破财，穿洞即漏财。皮夹就是你个人随身财富的物理容器。不管你今年的生肖运势有多旺，
不管立秋交节时天地给了你多大的能量，只要你的容器破了洞，装进去的水绝对会漏得一滴不剩。很多人生性节俭，一个皮夹用了5、6年，边缘都磨破皮了，掉漆了，甚至拉链卡拉不上，扣环扣不紧，还舍不得换，这是在省小钱漏大财。一个好的皮夹帮你聚拢了财气，价值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格。如果你的皮夹已经出现破损，听我一句劝，趁着8月7日立秋交节之前，赶快去换一个新的，把这个漏财的无底洞给补起来。第5大忌，零钱与大钞混杂，阴阳失调。金木相克，台湾的硬币很多，1块、5块、10块、50块。很多人喜欢把硬币直接丢在钞票的夹层里，拿皮夹的时候，硬币还会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从五行生克的角度来看，硬币属金，纸钞属木。你把金跟木毫无秩序的混在一起，这叫金木相克。内部磁场每天都在打架，财运怎么会安宁？再者，古人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零钱虽然面值小，但在风水里被称为财母，也就是引来大财的种子。如果你连零钱都不懂得妥善安置，代表你在潜意识里对小财不屑一顾。你不理小财，大财又怎么会理你？硬币一定要放在皮夹专属的零钱拉链袋里，或者另外准备一个小零钱包，这叫做大小分明，阴阳调和。各位乡亲，看完这5大漏财大忌，你扪心自问，你的皮夹到底中了几项？如果你发现自己全中，也不要恐慌。我们学易经最讲究的就是变，知错能改，顺应天时就能逆转乾坤。既然我今天把病因点出来了，我就一定会教你们怎么治本。接下来的课程，我将进入本次内容最核心、最机密的部分。我会亲自教大家如何在8月7日立秋当天午时，利用最纯粹的易经八卦原理，布下一个威力强大的生肖暗财位大招财阵。只要你跟着做，下半年你想不发财都难。第3节课教你价值100万的易经八卦聚财阵，8月7日立秋午时零门槛引动生肖暗财位的核心秘法。各位乡亲，前面讲了那么多漏财的忌讳，如果你都听进去了，并且把皮夹里的垃圾、废纸、过期卡片全都清除了，那么你的皮夹现在就是一个空的状态。在我们易经的哲学里，空就是无极，无极才能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有了干净的空间，我们才能把天地间最纯正的财气给引进来。接下来我就要进入这堂课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如何在8月7日立秋当天亲自为自己布下一个威力无穷的易经八卦聚财阵。这个秘法我过去只教给那些做大生意、懂易经理学的企业家朋友。今天我在易经好运生肖堂毫无保留的公开，只要你照着做，下半年你的财运想不爆发都难。请记住，8月7日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2个小时是立秋节气中阳气达到了极点，准备与初阴之气交汇的纯阳转态之刻。我们就要利用这股天地翻转的强大能量来启动你的随身财库。第一步，进库换气，破除否卦，10比45减1点，在中午11点还没到之前，大概10点45分左右，你就要开始做准备。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拿出来，依照面额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好，每一张新台币上的人像、头像都要朝向同一个方向，这叫做理气，气顺了，财才会顺。接着拿一块干净的布，或者点一盘上好的檀香、沉香，将皮夹的内外轻轻擦拭，或是用香烟熏一下。在中医里，这叫做去邪扶正；在风水上，这叫做清除旧霉气，迎接新财气。这个动作就是要把上半年累积在你皮夹里的天地否卦，也就是闭塞不通的磁场彻底打散。第二步，制作8白坤土聚财阵，11比00减13点，进入11点之后，天地之气正式交接。这时候你必须完成今日最关键的招财圣物。你需要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几乎零成本。一个全新干净的红包袋，2 8枚干净闪亮发光的硬币。为什么是8枚？外面那些不懂装懂的江湖术士
一定会跟你说，因为8的发音像发，代表发财。我告诉各位，那全是不学无术的谐音梗。宇宙磁场哪里管你发音像什么？在我们易经与9宫飞星的理气系统中，8代表的是八白左辅星，这颗星五行属土，主宰着正财与田宅，是当下极强的财星密码。同时8也暗合了易经的坤卦，坤卦的卦象是地，代表厚德载物，包容万物。你用8枚硬币，就是在皮夹里布下一个能承载下半年庞大财富的坤土之阵，土能生金，这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在台湾，你可以准备8个50元硬币，或者8个10元硬币，最重要的是必须干净，会反光。如果硬币有点旧，暗淡无光，你前一天晚上就用盐水或牙膏把它们刷得亮晶晶的。第3步，写入易经密码与引气入库。接下来在这个红包袋的内侧，或者准备一张小红纸条，不要写那些庸俗的发大财，宇宙听不懂这种废话。你要用黑笔，五行中水生木，水主财，写上3个字，地天泰，这是易经中最吉祥的卦象之一，代表天地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事万物亨通畅达。写的时候心态一定要端正虔诚，心里默念，祈求天地神明与自然法则，保佑自己与家人下半年运势翻转，生肖破局。把这8枚硬币放进红包袋后，我再教大家一个独家的小秘招，滴一小滴天然的檀香精油、沉香精油或是薄荷精油在红包袋上。在中医和风水里，气味就是引动无形磁场的介质，一滴纯净的精油能将红包袋的能量提升数倍，檀香能定心聚财，薄荷能活化财源，这叫引气入库。然后将这个红包袋折叠成小巧的形状，塞进你皮夹里最深最隐蔽的夹层。风水学讲财不露白，暗处聚财。如果你一打开皮夹就被旁边的人看光光，这叫漏气，聚财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第4步，损益之道，引动第一笔善财。12点左右做完这些动作就结束了吗？还没。接下来是这个阵法最核心的灵魂，也是宇宙运行的铁律。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也就是午时的正中纯阳之气极盛的时刻，你必须亲自用你皮夹里的钱去完成一笔善意的消费或布施。易经里面有损卦与益卦，讲述的道理就是损下益上，或是损上益下。简单来说，宇宙的法则是动态平衡的，有舍才有得。你不先释放出一点善意的能量，怎么腾出空间来接收天地反馈给你的巨大福报？台湾马上就要迎来农历7月了，你可以下楼去附近的土地公庙、城隍庙添个几百块的香油钱，或者走进便利商店，把零钱投进弱势团体的捐款箱。再不然，去买几杯饮料、几份点心，请你身边的同事或是路边辛苦的清洁队员吃。这笔钱不需要多，10块、50块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当下那份顺应天地、布施利他的心意。你在立秋的午时播下了一粒善财的种子，下半年宇宙磁场就会以100倍、1000倍的正财与偏财反馈给你。这就是老祖宗所说舍得不舍不得的真谛。各位乡亲，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真正的风水其实既充满了大自然的智慧，又非常符合人性的善念，根本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买法器，只要你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用最纯净的心去做对每一个细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针对每一个人的客制化解析了。你的生肖到底适合什么颜色的皮夹？为什么你用红色的皮夹反而会大破财？12生肖下半年的财运密码究竟在哪里？我们接下来一堂课继续为大家深度拆解。第4节课，12生肖下半年运势大洗牌与专属财库密码。各位乡亲，既然我们把皮夹里面的晦气都清干净了，也懂了如何在立秋午时布下易经八卦阵，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你的皮夹到底挑对了没有？外面很多卖开运商品的人，动不动就叫你买大红色的皮夹，说什么红色代表喜气，代表招财，代表红红火火。我每次听到这种话都忍不住摇头，这就是典型的不懂五行，胡说八道。
在易经与五行学说里面，红色属什么？属火。而我们的钱币、金银财宝属什么？属金。五行生克的铁律是火克金。你用一个大红色的皮夹，就等于每天在你的财库里面放了一把火。你的新台币一放进去，马上就被这把无名火给烧得干干净净。钱怎么可能留得住？除非你的八字命里极度缺火，否则一般人我绝对不建议用大红色的皮夹，那是在烧你自己的老本。真正的风水讲究的是顺应本命，五行相生。8月7日立秋过后，下半年金水之气开始旺盛，12生肖的运势将会面临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洗牌。你的生肖属什么，你的皮夹就该用什么颜色，这叫做专属财库密码。今天我在易经好运生肖堂把12生肖下半年的运势底牌以及你们该用的皮夹颜色一次讲个清清楚楚，大家赶快对号入座。1. 生肖属子水与生肖猪亥水下半年运势金水相生，顺势而为属猴属猪的相亲，你们的本命五行属水。立秋之后，天地间的精气开始肃杀，但在五行中金生水，这代表下半年大自然的磁场是在声望你们的。你们在下半年会感觉到贵人变多，原本卡关的生意或投资突然有了转机。专属幸运色本命财色白色、金色、银色、黑色。白、金、银属金，能声望你们的水气；黑色属水，能巩固你们的财库，让水更深，财更厚。绝对避险色黄色、咖啡色、大地色，这些颜色属土，土会克水。用这种颜色的皮夹，下半年保证你到手的鸭子都会飞掉，常常被人截胡。2. 生肖虎、寅木与生肖兔、卯木下半年运势金木相战，需用水通关属虎还有属兔的朋友，本命属木。我刚才说了，下半年立秋后是金气当令，金去克木，就像斧头砍在树上一样，所以你们下半年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小人多，工作上容易有口舌是非，甚至会有些意外的破财。专属幸运色本命财色黑色、深蓝色，这时候绝对不能硬碰硬。我们中医治病讲究通关，风水也一样。黑色、深蓝色属水，金生水，水生木，用水来化解金的煞气，转化为滋养你们的养分。换个黑色的皮夹，能帮你们在下半年逢凶化吉，暗中生财。绝对避险色白色、金色、银色，用这些属金的颜色，等于是拿刀在割自己的财脉，万万不可。3. 生肖蛇巳火与生肖马午火下半年运势火炼秋金，洞中求财，属蛇和属马的相亲，本命属火。下半年的秋金对你们来说叫做我克者为财，火去炼金，代表你们下半年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这些钱是必须靠你们东奔西跑，辛勤劳动才能赚到的，也就是所谓的洞中求财。专属幸运色本命财色绿色、青色、紫色。绿色属木，木能生火，让你们有源源不绝的精力去赚钱。紫色是火的变异色，带有极强的贵气，能帮你们吸引到大客户。绝对避险色黑色、深蓝色，水克火，用了黑色的皮夹，等于把你们赚钱的热情跟机会直接浇熄，生意常常会谈到一半就莫名其妙告吹。4. 生肖猴生金与生肖鸡酉金下半年运势金气太旺，需土来生或水来泄，属猴恨属鸡的朋友，你们本命就属金，遇到下半年的秋金，叫做比劫夺财。简单来说，就是容易有朋友来跟你借钱，或者同行来跟你抢生意，竞争会变得非常激烈。专属幸运色本命财色咖啡色、黄色、驼色，这些颜色属土，土能生金，能让你们的根基稳固，任凭外界怎么竞争，你都能稳如泰山。如果想要求偏财，可以用黑色代表水，金生水，把过往的竞争之气泄出去，转化为财源。绝对避险色大红色、粉红色，火克金，已经竞争激烈了，再用火烧，下半年绝对是入不敷出，火气大，甚至引发心血管方面的健康问题。5. 生肖牛丑土龙辰土
羊未土，狗戌土，下半年运势，土生秋金，食伤生财，这4个生肖被称为四库土，本命属土。下半年的金气是你们生出去的，这在八字里叫做食神伤官，代表你们下半年脑筋转得特别快，会有很多新的赚钱点子，靠智慧靠口才去生财。专属幸运色本命财色，咖啡色、黄色、棕色、暗红色，土土相助，能帮你们守住既有的财富。暗红色属火，火生土，能给你们强大的贵人靠山，让你们的点子能够顺利变现。绝对避险色绿色、青色。木克土，用绿色皮夹会让你们在下半年常有被人压迫喘不过气的感觉，投资也容易被套牢。皮夹的款式与材质，长夹与短夹的风水玄机讲完了颜色，我们再来谈谈皮夹的形状与材质。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一些上了年纪的乡亲，为了贪图方便，喜欢买那种很小折2半的短夹，或者用塑胶布料做的零钱包，把钞票折得紧紧的塞进去。我告诉你们，想发大财，想积累厚实的家底，我唯一推荐的就是真皮制作的长夹。为什么？从易经的理气来看，第一，真皮，比如牛皮、羊皮，是来自动物，属于大地万物的一部分，带有极强的土与木的自然能量，这2种五行最能聚气，藏风纳水。而塑胶是化工提炼的，带有极强的火性与燥气，会让你的财气变得浮躁不安，钱刚进来就想跑。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长夹可以让你的新台币舒舒坦坦的平躺在里面，钞票不用被对折，不用被委屈。我们中医说，筋长1寸，寿延10年，人要舒展才会健康。钱也一样，钱气舒展了，财运才会通达。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每天睡觉都必须把双腿全屈缩在胸前，连伸直都不行，你睡得会安稳吗？你会想待在这个房间吗？钱都是有灵性的，你让它受折磨，它就绝对不留恋你。所以如果你的经济许可，趁着立秋交节去给自己挑一个符合你生肖五行的真皮长夹，这不是奢侈，这是在为你下半年的随身财库打下最坚实的地基。各位乡亲，我们已经把漏财大忌、50立秋正法，还有12生肖专属的皮夹密码都讲透了。但是就算你买了最对的皮夹，布了最强的局，如果你每天下班回家后把皮夹乱丢，那前面的功夫全部白费。下一节课我要直击台湾人最常犯的居家风水致命伤，并教你们怎么在家里找出生肖专属暗财位，以及旧皮夹到底该怎么处理，才不会把老底给扔了。第5节课，财位归宗与台湾在地习俗，皮夹的居家风水与3年大限。各位乡亲，前面几节课我们已经把漏财的病因找出来了，也教了立秋的易经招财阵，更帮大家配对了12生肖专属的皮夹颜色。如果你都有照着做，那么你这个随身财库的硬件跟软件就已经完全升级了。但是我在台湾看过太多这种让人直摇头的案例，很多人花了大钱买了顶级的真皮长夹，颜色也选对了，结果呢，一下班回到家，门一开，鞋子一脱，顺手就把皮夹往玄关的鞋柜上一丢，要不然就是走到餐厅，随手把皮夹扔在餐桌上。更离谱的，我还看过有人把皮夹随手放在浴室洗手台旁边的架子上。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有这些习惯，那你前面布的阵、挑的皮夹全部等于白做，这在风水上叫做破格。好不容易聚起来的财气，全被你自己家里面的煞气给冲散了。居家漏财第一，凶、鞋柜、餐桌与浴室的风水灾难。我们先用易经跟五行的底层逻辑来剖析，为什么这3个地方绝对不能放皮夹。你只要听懂了这个理，以后根本不需要去背什么风水禁忌，你自己就能判断。第一，鞋柜是全家晦气最重的地方。你想想看，你穿着鞋子在外面跑了一整天，踩过泥巴，踩过水沟，去过医院，去过各种磁场混乱的地方，鞋底沾染的全是外面的浊土与晦气。在风水上，玄关鞋柜是浊气沉淀的出口，你的皮夹是财库，里面装的是新台币，是财神爷的化身。你把财神爷按在垃圾桶跟臭鞋子旁边休息，你用常识想一想，财神爷受得了吗？
非看一眼就直接夺门而出了。财气一旦被晦气污染，你在外面谈生意就容易遇到小人暗算，或者莫名其妙吃闷亏。第二，餐桌是五行火气极旺之地，我们台湾人讲究吃饭要热热闹闹，餐桌是进食，也是一家人聚集的地方。在五行八卦中，厨房与餐桌周边带有极强的火性。上一节课我才刚说过，火克金，你的皮夹属金，放在餐桌属火上，就等于是把财富架在火上烤。这种风水最容易引发什么结果？就是意外开支暴增。家里常常会有突发状况要花大钱，比如车子突然坏掉要修，家电突然报销，甚至家人无端端生病要看医生。这就是火烧财库，钱财化为灰烬的象征。第三，浴室门口是湿气与浊水的汇聚地。中医常说湿气乃万病之源，风水也是一样的道理。浴室是排泄洗浴的地方，充满了阴寒的湿气。皮夹若是放在浴室周边，财气会被湿浊之水给冲刷掉，这不仅会导致漏财，最可怕的是会招惹病气与官非，因为阴浊之气会蒙蔽你的理智，让你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甚至惹上合约纠纷。寻找生肖按财位皮夹的归宗与养气，那么皮夹回到家到底该放在哪里？皮夹跟人一样，你在外面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需要躺在舒服的床上睡觉充电，你的皮夹在外面帮你挡煞，帮你聚财，回到家也必须要有它专属的床，让它能够养精蓄锐。在易经里，这叫做财位归宗。对我们一般台湾乡亲来说，最正宗也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皮夹放在主人房、主卧室的暗财位，或者是书房的办公桌抽屉里。怎么找主卧室的暗财位？非常简单，你站在卧室门口，面向房内，你的左斜对角或右斜对角那个最深、最能藏风聚气的实体墙角，就是这间房间的明财位，也是暗财位的一种。这里的气流最稳定，属于易经坤卦的方位，坤土厚重，最能滋养财富。我教大家一个最标准的养财库方法，在这个斜对角的位置，或者你的床头柜上准备一个干净的精致的小木盒，或是陶瓷的小盘子。木能生火，陶瓷属土能生金，都是极好的材质。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皮夹里的发票清掉，然后恭恭敬敬地把皮夹瓶放在这个小盒子或盘子里。这个动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实是在执行一种极具能量的风水仪式。这代表你的财富有家可归，有根可扎。皮夹在夜晚安安静静地吸收了家里最稳定的磁场，第二天你带它出门，它才有十足的爆发力去帮你吸纳四方之财。易经3年大限，就皮夹的转运与化解，结合台湾在地习俗，接下来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来找我看流年的客户都会问，老师，我这个皮夹买名牌的，花了2-3万新台币，保养得很好，都没破，是不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用个10年8年？错，大错特错。在易经的数理法则中，3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数字。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代表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有生有旺有衰。风水学上有一句铁律，一气用3年，气尽财就散。任何带有风水催财作用的物品，它的黄金磁场运势期通常就是3年。就像我们中医开的草药，放久了药效就挥发了一样，一个皮夹用了3年之后，它帮你聚财挡煞的气场能量就会逐渐消耗殆尽，转变为没有活力的死气。所以不管你的皮夹多贵，保养得多好，只要使用了超过3年，趁着下半年立秋节气的转换，我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换新库迎新财，不换你的财运就会像一滩死水，停滞不前。但是换下来的旧皮夹绝对不能随手扔进垃圾桶，旧皮夹里面还残留着你过去3年的气场、运气与家底，你把它当垃圾一样丢在路边，丢在资源回收车里，就等于是把你过去积累的财气跟福报给扔了，这会导致你接下来半年莫名其妙的大破财。那该怎么处理？我们要顺应台湾在地的习俗与易经的圆满法则来做化解。方法1，
留住老财，守住家底。针对完整未破损的旧皮夹，如果你的旧皮夹只是年限到了，没有破损，那是极好的聚宝盆基底。你可以找几枚我们台湾早期的旧硬币，比如以前的旧版10元、5元，甚至是古铜钱，或者里面放一张100元的新台币新钞，不要折，平平整整的放进去，然后用一个干净的红包袋或红布把旧皮夹包起来，收藏在你们家最隐秘的地方，比如保险箱的最底层，或者是衣柜最深处的抽屉里。这在风水上叫做财母留根，代表把过去的财富锁在金库里，让新皮夹在外面冲锋陷阵，旧皮夹在家里镇守粮草。方法2，圆满卸任，化气归天。针对已经破损必须丢弃的旧皮夹，如果皮夹已经破皮、掉漆、拉链坏了，那就不能留在家里招煞。台湾马上要进入农历7月，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普渡，或者平时初一15会去拜土地公、福德正神。你可以在去土地公庙拜拜的时候，带着这个旧皮夹，先在心里默默感谢这个皮夹过去几年的陪伴与辛劳，感谢他为你聚财。然后拿一把剪刀，在旧皮夹的边角剪一个小洞，或者剪断一点拉链。这个动作在法术上叫做破气，象征着这个皮夹的财库功能已经正式解除，它与你的财气连结已经切断了。做完这个动作后，你就可以将它用报纸或红纸包好，跟着一般的垃圾丢弃。同时在金炉烧金纸受金给土地公的时候，祈求福德正神保佑你换了新皮夹后，下半年能财源广进，顺天应时。这才是一个最圆满、最不漏财的处理机制。接下来一堂课也是我们这次内容的最终节课，我要告诉你们易经改运的终极心法。为什么有的人布了阵还是没效？因为他缺了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各位乡亲，我们一路从立秋的节气交接、皮夹的漏财大忌、50的八卦招财阵，讲到12生肖的专属5行密码，以及居家风水的安放与化解。我相信只要你们有认真听、认真记，并且在8月7日立秋这个关键时刻确实去执行，下半年你们的财运绝对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在我们这堂课即将结束之前，我必须要把话讲在前面，把风水理气最核心的底牌掀开来给各位看。我看了大半辈子的命理风水，遇到过太多执迷不悟的人。有些人跑来找我，一开口就问，老师，我照着你的方法换了长夹，也放了8枚硬币，怎么过了1个月还没中乐透？怎么生意还是没起色？我一听这话，再看看他的面相跟眼神，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直接问他，你换了皮夹之后，是不是依然每天为了几十块钱跟菜市场的摊贩吵架？是不是在工厂里依然对员工苛刻，满嘴抱怨？是不是看到别人赚钱，心里就嫉妒的发狂，暗中使绊子？他听了往往哑口无言。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终极心法。风水的最高境界从来就不是这些外在的术，而是你内在的道。万法归宗，你的心就是最强的风水阵。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向湿润的地方，火寻找干燥的地方燃烧，这就是宇宙间最根本的磁场吸引力法则。你花了大心思，用上好的真皮长夹，布下易经八卦的坤土阵，把外在的财库打造得完美无缺，这叫做招财之气。但是真正能把天地间的正财、偏财、贵人运吸引过来的，是你这个人本身散发出来的气场。中医说心主神明，你的起心动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身体周围的磁场。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贪婪、算计、嫉妒、抱怨，你的心里就充满了火燥之气与阴浊之气。我前面说过无数次，财富属金水，火燥克金，阴浊败水。一个气场浑浊、充满戾气的人，就算把皮夹镶满了钻石，财神爷大老远感受到你那股可怕的负能量，也会立刻掉头就走，哪里还敢靠近你？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当你愿意静下心来，花时间去清理皮夹里的垃圾，当你愿意恭恭敬敬地把每一张新台币抚平放好，当你在立秋午时愿意掏出自己的钱去土地公庙添香油钱，或者买份点心分享给身边辛苦的人，这个过程
难道只是在摆风水吗？大错特错。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藉由这些看似简单的物理动作，你其实是在梳理自己混乱的心境，由外而内，境随心转，心随境生。当你的皮夹变得干净有条理，你的心也会跟着变得清净。当你懂得布施与感恩，你对身边的家人、同事、客户就会变得更加慈悲与包容。一旦你的心境平和了，你的气场自然就会变得清澈、柔和且强大。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气场清净、心地善良、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他的印堂自然会发亮，面相会变得有光泽，眼神会充满神采。在这种状态下，你去谈生意，客户怎么会不信任你？你去拓展人脉，贵人怎么会不提拔你？好运跟横财又怎么会不追着你跑呢？这才是易经风水能让人发大财的真正核心秘密。不讲怪力乱神，只讲天道轮回、阴阳平衡，顺天应时。一场与宇宙磁场的持久战，各位台湾的乡亲父老，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非常感谢大家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陪我在易经好运生肖堂听到这里。你能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就代表你有一份想要改变现状的诚意与决心。这份念力，天地宇宙与福德正神一定都感受到了。但我必须提醒大家，风水转运、命理破局绝对是一场持久战，单靠一次立秋的布局或许能帮你推开财富的大门，但如果你想要下半年的运势持续走高，贵人与横财源源不绝，你就必须时时刻刻顺应天地节气的变化，跟着宇宙的磁场一起调频。我创立易经好运生肖堂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末法时代九子离火运交替的动荡时期，用老祖宗最正统、最符合逻辑的易经与五行智慧，帮我们台湾的乡亲指引一条明路。我们不卖弄玄虚，我们只讲究实证与理气。如果你不想错过下半年任何一次翻身转运的机会，请用你发财的金手指现在立刻完成以下3个动作：一、按赞并订阅易经好运生肖堂，并且一定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我每一期都会根据当下的节气，为大家解密最实用、最直接的12生肖开运玄机。你少看一期，可能就错过了一个避开破财灾祸的关键情报。2、分享这支影片给你身边正在为钱发愁或者做生意遇到瓶颈的亲朋好友。你这一个分享的动作，就是一次法布施。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宇宙也会把这份善业福报加倍奉还到你的财库里。3、千万别忘了我们在第1节课立下的约定。如果你还没留言，现在立刻在下方的留言区恭恭敬敬地打上顺天应时、生肖破局这8个字，让我们所有乡亲的正能量汇聚在一起，迎接8月7日立秋大运的到来。风水就在生活里，好运就在你的念头间。多谢各位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下半年财源广进，阖家平安。我们下一期节气运势解析再会。